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士舰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掌握今天的头条消息，也就是今天关心到这一回高市早苗狂胜了，他破了修宪的门槛，他还喊说接下来要参拜靖国神社，并且今天会关心会不会做非核的松绑，踩的是东亚红线。另外关心的是日元贬、日债跟金融会不会成为不定时炸弹。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特别聚焦，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来看到的是高市早苗这一回掌握到了修宪的门槛，我们要来关心到说他喊说日本要变成的正常国家是真的吗？还是回到过去的军国梦呢？日本现在正式的走上极右路，极右派也等于左派正式灭亡了吗？东亚安全因此升温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川普。他公开的站队力挺日本的候选人，这个是巧合还是全球的布局？接下来如何影响到中日的发展，会直接对撞吗？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日本的经济，高市早苗他的再通膨政策真的能救经济吗？还是日本将会面临三杀危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特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真的变天了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一回日本直接走向了一个修宪的。日本自民党因为一口气赢得了突破2/3的一个修宪门槛，所以呢，高市早苗手中握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他接下来要怎么写日本的路，可以都由他来做了。我们赶快来看到，那么高市早苗也不讳言的在公开谈论到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并且呢，先取得周边国家的理解。那前大阪的知事做这样子的一个言论，他认为，他已经透露说，高市早就已经说过了，即使身为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不会在意中韩的看法。也就是在他真的高市成为首相之前，高市早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我们来看到，其实呢，在众院真的改选之前，高市早苗就已经强调过了，他有意将日本的自卫队写入宪法的第9条，并且从去年11月份他就说过了，3份的安保相关文件他会做修改。工作从此刻开始，等于就是要重新来定义非核3原则了。专家亮子说，他说这可能会改变日本整体的国家形态。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来关心到是现在日本的修宪门槛确定过了，高市早苗的下一步会不会就是动非核3原则？刚刚提到高市早苗口中的正常国家是真的正常，所谓的正常的定义是什么？会还是军国主义复辟吗？从军事角度来看，对整体接下来东亚局势会造成有多大的影响？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日本那他认为他不是正常国家，可是呢，是不是正常国家不是他决定的，是美国决定的。那至于说，正常国家或者是军国主义呢，这个不是2选1的问题，而是它渐渐发展，也就是它的层次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决定在美国。为什么？因为也就是美国要让日本，作为这个代理人哦，那这个代理人呢，也就是抗衡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大概这2天呢，我们会从中国大陆，还有从俄罗斯，还有朝鲜，我们都可以听到类似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的这种话语啊。其实，在前一任总统拜登任内，他就已经想要遏制这现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在这一个2023年的8月18号所谓的大卫营精神宣言里面，他就提出了有关于美国提供这个延伸威慑的部分。延伸威慑简单的来讲，也就是提供日本跟韩国这个核子保护伞，他希望日本跟韩国不要发展核子武器。那也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核分享。所谓的核分享，并不是核子武器的分享，而是实际上来讲是美国进驻到它的一个核动力潜舰进驻到这些区域，但是实际上打
打破这个现实的就是川普，因为川普实际上来讲，他将这一个核潜舰的技术分享给韩国，那日本呢？日本一定会觉得，那我的那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是在韩国之上。既然韩国有了，那我为什么没有？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看日本的话，我们现在等一会儿会讨论到有关于伊朗。伊朗光是400公斤的这一个浓缩铀，美国就在那边叫得尬天正响。可是我们仔细看日本，它的布到底有多少？日本的布其实它是有47公吨啊。那它要那么多的布到底是做什么？那它的目的很单纯吗？当然不单纯。那其实我们讲到军国主义，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就是将二战的这个责任呢放到阴暗的角落里头。所以他改教科书。那他改了教科书之后，所以年轻一辈的人都觉得我们国家为什么不正常？因为他们根本就对于二战，他们日本应该要背负的责任，甚至侵华的这些举措当中，他们做了多少次的屠杀，如何的蹂躏中国人民，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意识这么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之前美国是透过北韩，然后来凝聚美日安保。可是北韩，那他自从他有了核武之后，他好像也没有这么强。那他后来他们就开始把中国大陆来当做一个假想敌。那另外他们就想要透过这一个提升自卫队的质与量。那我们讲到说，对于就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恶感啊，其实从最近的一个民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对于中国的感觉来讲，觉得不太好的占到了86.4%，但是相对于美国来讲，他们觉得不好的只有28.9%，觉得很好的是70.8%。那这一个也就是反映在之前在讨论台湾有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中年就是50岁以下的，其实都觉得台湾有事这句话没说错啊。这个也就是高市早苗为什么可以带着自民党直接跨越2/3门槛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讲，他一定会对于这个非核三原则有所更动，当然也可能更动他的一个战后宪法，变成所谓的正常国家。好，刚刚舰长也帮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日本人现在其实比较倾向跟美国友好。那确实，外媒现在也针对日本未来的动向做了一个定义，说未来的日本的政治一定是对中国更强硬，对美国更靠拢。特别是川普在选前公开的力挺高市早苗。那么当然了，朝日新闻是直接开枪说干涉日本的内政，但是包括日本有许多的媒体都直接讲说，美国总统这一次直接公开的指名力挺某位候选人是非常罕见的。那其实对于川普来说，我们看到最近他一直公开的力挺多个国家的候选人啊，或者是多个国家的总统等等，指导江山，这背后的目的，针对于日本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中日接下来的关系如何发展？委员又怎么看？中日关系当然不会好嘛，因为第一个，中国大陆面对这个处境，不可能跟高市早苗的政权好，那只是不要坏到哪里去而已。那第二个啦，我们来考虑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他为什么要跟中国好？他就先问这个问题啊。他没有这个诱因啊。你先想一件事情啊，你说川普为什么要去支持高市早苗？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抗中保台亲美极右的政权，正是这个川普美国的利益啊，符合他的利益嘛。所以川普当然要在选票最后关头里面拉高市早苗一把，让他的这个右派的选票不畏风雨出来，亲美右派选票不畏风雨出来投票嘛。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最近这个下大雪下得蛮严重，天气蛮冷的这个是有鼓励作用的啊。我们不能轻忽这个美国人日本人亲美的倾向。所以这个是有很大帮助。其实也不要忽略不只有川普力量很大。台积电也在最后关头帮助了高市早苗。因为高市早苗在选战过一直被批评你没有产业政策啦，你没有经济政策啦。
千年万里都不如台积电出现。台积电你看，跟高市长们合开记者会，我要在这里盖这个高端的这个半导体这个制造厂，3奈米的，跟美国一模一样。你看，整个攻占了所有日本大大小小媒体，所有日本的电视啊，所有日本的宣传机器，全部都在报道这个消息。你说魏哲家对这个高市早苗帮助这么大，是谁叫他去的？是赖清德吗？还是川普？我们永远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想不出，除了这2个以外，还有人会叫他去哈。对，还是说魏哲家自己主动去了？这个当口是很明显的是在给高市早苗加分嘛。所以高市早苗可以说，我今天讲说捞了好几桶金了哈。每一样都是战术战略都成功。那未来的两岸关系，这个中日关系啊，它基本上是配合美国的啦。换句话说，美国可能会继续演白脸，然后他就叫日本你演黑脸，因为我们要遏制中国崛起。所以我经常跟中国大陆的朋友讲哈，你不要相信哈川普那一张嘴啊，跟所有男人的嘴都一样，不能相信啊。为什么？他就是表面上，哎呀，习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是最伟大的领导人唯一的这个什么讲了捧了很老半天，事实上他准备刀子他看不出来吗？一下子批准台湾什么援助10亿美元，2要求台湾编国防预算等等等，反正这个都准备刀子。而且日本是在这个他最好的工具比台湾还要好，为什么最好的工具？因为日本本来就有抗中情节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而且日本你给他一点甜头。你给他再武装，那日本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不会，因为军国主义就是军部控制政府，这个事情在日本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右派政府控制军队，拉拔军队，使军队变成这个亚太地区另外一个中型的军事强权。这会出现的，这会出现。那这个就是让这个中国大陆多了一把刀，就是美国可以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把刀。那刀没有很厉害，但也算是一把刀。台湾都可以变成一只小刀了，何况日本？这是美国的算盘是如此所以他为什么要插手让高市早苗得票更高一点？就是要碾压那些过去他认为不亲美的政权。好，我们刚刚就政治面做了一个分析。那针对于接下来日本的经济，我们也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其实高市这一回他想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还包括在经济层面，他希望能够改善日本的体质。那他压住的是在再通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说日元是可以贬的，通膨是可以忍的。那么，但是财政不能够停。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分析师在最近做了一个示警，说呢，现在日元对上美元可能会螺旋式的下跌至180:1，创广场协议的新低。那么弱势的日元就可能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膨，消费者不花钱，本土的消费动能就会日渐的变低。那市场反应现在也可以看到，包括日债殖利率跳升，日元剧烈震荡，股债汇全部拉起警报。聂老师怎么看接下来日本的经济？好，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市早苗，他真的得到了300多票的这个众议员的这个票选呢，高票当选。这个当然对日本的保守主义也是右派，当然是非常的兴奋。当然这个其来有自啦，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右派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政治主流嘛，各国都一样，从川普哪里都一样。好，那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呢，这个虽然这个小赌，但是他也非常有信心他会赢。他赢了之后，当然他对他所有的政策，当然就更大胆的敢去尝试，甚至你刚刚讲到，认为他应该要贬值。但我等一下再分析他为什么要认为他要贬值。哈，当然这也会使我想到安倍晋三当时在2012年，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的欧债危机时期，他丢了3支箭。第一个箭呢，就是大肆的丢 QE， 丢了50兆的这个日元。当时那个叫货币剑，其实还不错，做的还算成功。但是它的财政剑和社会结构剑，当然会又打倒了这个日本的经济。那不管怎么说，延烧了10几年，到现在高市这次的突起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景气的一个循环。那这个景气循环未来会怎么走，是值得大家分析。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金融学家都会去分析啊。但国家在这个政治变局的时候，它的股市、债市汇市三者联动，一定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我现在也看了一下，从上个礼拜5到今天，日本的股市涨了非常多，大涨。那当然从5.4万就跳到了5.6万多，表示短暂时期的日本大部分民众是心悦的，大家对这个认为是一种强心针，是往上的。
但殖利率并没有并没有好像说债券这个往上而殖利率下降。当然短波看不出来，当然可能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日本虽然短暂这个右派主义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胜权，重点是未来这个波动还是蛮高的。因为我看到的是高市是一边完全下注的压住美国，他已经就是这死去压住美国，很多的国家都是基本上站中立，在新加坡哪些国家能够越中越好，但只有我看现在就是台湾、日本是最一面倒的靠向美国了。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我想全世界金融家去分析都会知道，所以债券人家不敢随便买你的国债，尤其是国债，所以国债你要升还蛮难的，所以殖利率会提高。第三个讲汇率啊。汇率有2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汇率跟刚才股债不太一样，股债一般是投资客或企业家可能会下注，产生的供需的变化，但是汇率是有国家可以操控的，因为国家有一支货币政策有2个手，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当财政政策是税率嘛，汇率的手国家可以控制，要不然美国为什么会定所谓的什么汇率操纵国诸如此类的。当然，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因为高盛说让它贬值也无所谓，因为它为什么要倾向贬值？一个国家贬值叫做贬值救经济，或者降息救经济。降息刺激大家消费，贬值刺激买卖的这个贸易顺差。所以他要用贬值救经济。各位想想看，在19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强？那除了它的当时的半导体不错之外，资本才不错的，最主要它东西便宜，它便宜到全世界要买。所以在广场协议1985年9月20号之前啊，这个时候它的汇率是极低在260比1，那时候是日本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再想一下，我们讲我们的对岸大陆，它也是因为当时的汇改在1997年7月2号啊。PEG 这个 US dollar 8.278，一直到了2005年7月21号才松绑，这一段时间经过了这个 WTO 才大赚世界贸易财。他想这样走，当然我们也必须分析，以日本现在的经济，他如果这样走有很大的风险，因为现在整个日本的经济并不是这么的好，它的通膨是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销售的。如果他真的让它贬的话啊，不是市场决定，是他要这样走，所谓丢这个货币多，然后来创造这个汇率贬值，用政府操控的话。可能会造成它的通膨会，尤其输入性通膨会急速的升高，让人民的生活会更有困境。所以他必须思考这一段，也就是任何一个他想走的走向都有利有弊。他如果走的认为要把国家经济带起来，会让人民更痛苦。他将来螺旋式的旋转会让这个国家可能更惨，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他的政策现在看起来他想大胆尝试，但是也有可能有他的隐忧。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关心中东哦，美伊谈判是假的，是真的要开战吗？因为川普这一次呢，针对了世界上许多跟伊朗比较友好的国家做了制裁，那么在关税上面的制裁，同时它的航母已经压境了，伊朗则是亮出它的超高音速飞弹，再加上北京传出说要提供雷达跟防空系统给伊朗。今天我们来看到中东战事一触即发，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的是，美军这一次祭出的各种制裁，也代表战争进入倒数了吗？我们可以看到2月6号的美伊和谈是真的已经破局了吗？还有没有救啊？第二件事情是伊朗这一次也亮出它的各种武器，除了这个长程弹道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之外，还有这个8马赫的超音速飞弹，射程据传直指以色列，真的有这么强吗？最后来关心到是中国大陆到底是否真的帮助了伊朗提供反隐形的雷达，加上它的防空飞弹系统，它的战力又如何呢？能够威胁到美军的轰炸机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在阿曼这一天，2月6号举行的这个核谈判呢，美国已经要求了伊朗的2件事情，包括说，伊朗你停止生产你的浓缩铀，还有呢，核燃料移出到其他的国家，并且接受监督。结果没有想到，伊朗针对美国提出的这2件事情都是完全的拒绝的。现在看起来，核谈判是否已经破裂了呢？所以呢，美国最新就赶快祭出了各种的制裁，来自于川普，他针对了锁定伊朗的14艘影子舰队，还有15个实体，宣布呢，接下来会对伊朗的贸易
加增，其他的国家对伊朗只要有贸易会加增25%的关税，并且在军事面，林肯号打击群带着45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已经进入到阿拉伯海了，包括它的周遭的第9舰载机的联队也在这边做了升空待命。美国已经要求自己的公民赶快立即撤出伊朗，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也会来去做协助。再来看到是伊朗，它亮出它的这个超音速飞弹，这个是霍拉姆沙赫尔4超音速飞弹，它的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弹头重量1500公斤，已经部署在他们新的地下导弹城了。除了刚刚讲的这一款超高音速的飞弹之外，还有4枚的其他的超音速导弹，这边说速度可以达到8马赫，射程同样是2000公里，15分钟内就可以锁定以色列了。伊朗的外长说呢，如果美国敢动手，那么中东美军基地也会被先得到报复哦。中国大陆则是提供伊朗在这个方面，不管有反隐形的雷达系统或者是防空系统，在内包括了多款的武器，要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的轰炸机。那么解放军也接收了大量解放军的军用运输机。据传呢，中国还向伊朗提供了红旗9B 等等。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特别请小舰长来帮我们做一个分析，有关于前委员来帮我们做分析，这个有关于美伊的核谈判是否可以说真的已经破裂了？刚刚讲的伊朗提供了这个霍拉姆沙赫尔4的这个飞弹，而且呢还部署了8马赫、射程2000公里的超音速的飞弹，在这里是真的能吓阻美国，还是先发制人？委员怎么看？既没办法先发制人，也没办法吓阻美国。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哈，因为伊朗没有反舰导弹，而且没有可以打航空母舰的反舰导弹。反舰导弹跟这些导弹性质是不一样的，档次也不一样。除非中国给他鹰击20亿，可是他也没有战斗机，也没有轰炸机，所以他更没谈了哈。他们伊朗敲锣打鼓，他们有没有超音速导弹？有啊，当然有，因为超音速导弹就超过1马赫以上就超音速导弹嘛。不像那个战斧飞弹它是0.8马赫，那当然不是超音速导弹。可是伊朗有没有高超音速导弹？媒体都沸沸扬扬。但是我要坦白讲我的想法，我认为他没有，因为我始终看不到他的技术资料，不像中国、俄罗斯都会亮出技术资料给你看哦。所以对于所谓的什么8马赫，他们讲的都是终端速度8马赫，任何个导弹到终端速度都要随便都超过5马赫嘛，没什么了不起的。重点是在中间的飞行速度有没有超过5马赫？因为中间是最容易被拦截的。因为飞弹初升段没有人会拦截你，中升段很难拦截，所以大部分拦截都是在中段啊，那拦截在中段。而像我们爱国者飞弹是拦截是在中段，是在最后最中段拦截，所以有时候效果不会特别好。是，那你这个中段拦截必要条件有2个，拦截不住就是说，第一个你速度要5马赫以上，因为5马赫以下雷达能够锁定，5马赫以上现有雷达无法锁定。然后这个还可以什么？你不让雷达锁定，还有一个方法，你要可以漂浮，所以变成有成波体，2个因素中要有1个，那或者2个都有，当然更好。所以当你这个弹体无法被锁定的时候，就很容易拦截。他讲的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霍拉姆沙赫尔，他经常讲说他有射程2000公里，射程2000公里没什么了不得哈，就是中程弹道导弹。然后这个超音速也没什么了，但是他到了没有办法拦截的地步，那我觉得稍微夸张了一点。因为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高超音速导弹，其他国家没有，看不出来其他国家有啊。那胡塞组织那纯吹牛的啦。那再来看看这个射程打以色列，打以色列，以色列挨个几个导弹也正常啊。一场战争什么可能不挨几个导弹呢？对哈，那只挨几个导弹对以色列会伤多大？我认为是以色列承受得起哈，承受得起，不至于说被打以后就瘫痪了，不至于哈，不至于像乌克兰这么菜不会啦。从军事观点来讲是这样看，但是这个现在就是说，美国要怎么打伊朗？第一个不会登陆部队，第二个会采取贝尔格勒大轰炸的模式。可是这种大轰炸的模式有个先决条件，弹量要够。它以目前所谓的450枚战斧巡弋导弹不够，要加倍，一定要加倍。
那加倍，那加倍的话，就要有另外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来。那现在据了解，小布希号好像在赶来当中，但是还没有确定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整个战略目标，就说我这场战争，美国到底在想什么？其实美国认为他是想要铲除教士政权跟革命卫队的头目，仅此于这样就能够动摇伊朗的政权。大家不要把想说动摇伊朗政权很复杂，伊朗政权是全世界最容易动摇的政权。你看看那巴勒维的爸爸，一个旅长带了一个军队就把那个卡萨王朝给打垮了。那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伊朗的特性，因为伊朗一向是少数民族政权，就像满清满族统治中国，那汉族大多数，如果汉族不理你满族，你满族就垮台了。现在伊朗也有类似的情形。所以它如何精准的？第一个弹量要够，大轰炸量要够。第二个就是说情报要准，到底这些人住在哪里？他并没有要灭伊朗，也没有把伊朗什么能源设施打烂掉，那倒没有，打会打，那不会打烂掉。那他开这个条件呢？他当然是在勒索伊朗，伊朗怎么可能答应呢？不止如此，他还要什么把他的弹道导弹？当然有人讲说，伊朗现在有什么多少个几百公里的地下弹道导弹。平常讲那个都不太管用了，为什么不太管用？因为美国都知道弹从哪里出来啊。弹道导弹最麻烦的，除非像土地像中国够大，一拉5000公里，伊朗怎么可能地下5000公里的这种所谓的井喷式弹道导弹没有？伊朗没办法，那几百公里美国应付得来。好，这个是伊朗的战力的评估。那中国呢？中国现在说提供给伊朗反隐形雷达系统跟它的防空飞弹，能不能有效的威慑美国的 B2或者是 B52等等的轰炸机？小舰长又怎么看？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郑源老师所说的这个世界上只有2个国家有这个高超音速飞弹。那很多人会质疑说第3个国家美国也应该有美国是有暗鹰，可是暗鹰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美国的相关的那个初级的作战的一个需求的规定所以其实现在也真的只有中国跟俄罗斯有。那我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呢，也就是在阿拉伯海上面的这一个林肯号航空母舰它迎来了鱼鹰机。这个鱼鹰机里面坐的不是一般的补给品，也不是路人甲我们可以看到这2位第一位这一位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派驻到伊朗的这一个和平代表，也就是科索夫。那另外这一位呢，其实是库许纳，也就是川普的女婿那如果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也就是钦差大臣跟驸马都到了，也就是直接传递给这一个林肯号的讯息非常清楚。当然现在不需要，现在只需要用 data link 就可以传递了。但是它的出现这一个象征性的意味是很强的。如果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USNI 所提供的这个相关资料的话，那也就是这个布希号不见了。布希号上一个礼拜呢，其实出海了，可是现在又不见了。不见，它不仅不见而已。我们看到 USNI 它有提供相关的资料，它提供的是10多天返港的一个照片，所以这件事情很奇怪。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个川普自己写的书交易的艺术，他会不断的奋斗，不断奋斗，直到他的目标实现。他的目标不一定只有这一个伊朗还有古巴那但是我们讲回说中国提供的装备，那我现在拿出这张图有很多人会质疑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个 JY27的这个雷达，这个我们之前看到那个委内瑞拉也有对，现在大家都证实了委内瑞拉的这个雷达，第一个没启动，第二个保养的状况非常的差，所以其实没有达到作战的使用的状况。这一种雷达其实因为它使用的是 VHF 频段，专门客制的，也就是逆中战机的部分。那为什么现在还会不断提供到这个伊朗？当然，第一个就是提供给伊朗自我防卫的力量。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美国也会把第一手的，例如说萨德飞弹提供给以色列。为什么？
因为测试一下嘛，经过测试，然后他们的技术人员也会在现场，才会了解这些装备未来的这一个性能提升要该如何做。那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去年我个人去长春航展上面所看到的 H408的这种雷达，这种长程预警雷达，它已经把第一个它的这个构面比我们刚刚讲到的小。而且呢，它也一样是 VHF 频段。那另外，大家所谓的提供这一个红旗8的这种防空飞弹啊，它其实如果以外贸型来讲，也就是直接卖输出的话，因为解放军用的，它实际的驻用我们并不知道，可以达到260公里。可是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是比较长的，然后比较粗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红旗9C 的，也就是感觉比较小的，这是在去年93阅兵上面所看到的这一个相关的技术资料。其实还没有公布，大家可能会笑啊，说中国大陆用的这种反逆中的雷达，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给大家看啊，其实这是最新的一种，也就是 JY26，它使用的是圆形极化的天线。那大家说这种啊大而不当啊，对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我跟大家报告，下面这一个 TPY-X。雷达也是如此，这个雷达是洛克希德马丁做的，目前美国还没有投入战备，但是即将投入战备。为什么？因为这种雷达的确可以来征收逆中的战机，或者是逆中的各种的水面的舰艇，美国也需要。所以我们这样讲说，不要因为这一个委内瑞拉的状况就认为解放军的装备不行。好，这个是中国大陆提供给伊朗的装备武器。那关键还是要回到说，因为2月6号的这个核谈判，美伊的核谈判破裂嘛，那接下来美伊关系又如何发展？我们最后1分钟，请聂老师帮我们补充。OK， 我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去年大家记得6月4号，对不对？这个在加拿大开的 G7 会议，一半就偷跑回去，然后说2个礼拜要打这个伊朗，结果呢2天就攻击的这个所谓的是深土炸弹啊 GBU-57。结果你会发现炸60公尺，好像没有炸到80公尺，这个又核外泄也没有。那现在呢，要人家限制核，他现在告诉说我们要谈判，上桌谈判的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限制你核发展，你不是把人家炸光了吗？第二个，其实你再炸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用谈判叫人家限制呢？当然，这是我讲伊朗呢，他要维护他自己生命安全一个很重要的保命武器，他不能，所以他只能说我暂停，而且说我可以把这些先送到俄国，你知道吗？他的后面的这个背后代理人就中国、俄国，大家可以还保护他一下。对，所以你看这个谈判是谈不拢。第二个，当然美国还要求他这个长程的飞弹的弹道要把它这个完全要这个取消掉。所以你觉得这个这个伊朗怎么会接受？当然，这时候你就会这样发觉他们这个剑拔弩张。可是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没有错，我也搜寻一下，伊朗其实它没有真正所谓的反舰飞弹啊。即便这个可以打得很远，但是我看到的收文是，它不是真的要打你这个舰，它可能打不到，它是要你这样做，我就打你这所谓的美军基地。地对地的嘛，那个是这个所谓的长程飞弹，也就是他那几个有最少好几枚，他可以打到以色列，就攻击以色列。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是这些动作而已。那当然对美国来讲，我觉得现在美国他不敢随便乱打，迟迟不打，我觉得好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时空背景不一样，跟去年真的不一样。第二个，因为伊朗这些就是反动这些人，他们基本上情绪也变化。第三，他准备现在也比较齐全。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刚刚讲到的，现在有背后所谓的背后代理人的这些协助，包括我甚至知道他们有这个卫星已经空照把这个林肯舰它的走向定位都定得非常清楚，这个情报都给了伊朗。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就算美国的一些动静，也可能中国给的光情资这个地方，可能就会让伊朗比较有机会呢抓准他们要走的动向，再适时的给一些这个回击。所以当美国要打的时候，他们会自己发现打人这个伤7分，自己会重伤3分呐。当然，包括那些防空的那些反隐形、反逆中的这些飞弹。这些装备系统雷达系统，我觉得也是让伊朗这次比较保有准备，比较敢现在跟美国对峙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好，俄乌消息，我们来看到泽伦斯基现在慌了，因为呢，他看到这个12兆美元来自于美俄的密约正式的曝光，我们赶快来看一看这个密约的内容。另外也关心今天在俄乌的一个最新的前线战场。好，现在因为呢，这个泽伦斯基他透露一个惊人消息，他特别做一个爆料说，美俄正在秘密的协商一个价值高达12兆美元的经济包裹方案。那这个包裹方案叫做德米崔耶夫包裹方案，意思就是做什么呢？要放宽接下来美国对于俄罗斯的这些制裁，并且美俄之间会达成一个比较长期的经济合作，代表的是呢，双方谈的不是停火这件事情而已了，是美俄接下来如何在战后来做一个分账表。那么来自于路透社也特别做报道，其实美乌在过去一段时间早就已经有许多针对于未来战事谈成的一些时间表，要求乌克兰必须做到哪一些的事情。那么可以看到，美国要求说，乌克兰你3月份要达成和平的协议，5月份你要做公投跟全国大选，6月你则是必须完成相关的协议。但是乌克兰是立刻打脸，他认为说你讲的这些筹办的时间是要至少6个月以上。包括你要修改这些法令，也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跟金钱，哪有你美国说的这么的容易呢？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特别请教蔡委员怎么看？委员怎么看？这个美俄早就已经谈成了这个战后的协议了吗？川普早就跟这个普丁谈好，泽伦斯基一定要走人了吗？委员怎么看？泽伦斯基迟早走人了。他不是弃子，也不是，他就是废弃物了。对美国来讲，真的是如此啊。那我们看看，他说要6个月的什么选举时程，日本几天啊？这个刚才宣布几天都选完了，对不对？好，这个都是一个说辞啊，一个说辞啊。你那个整个泽伦斯基啊，在抓那个征兵啊，那种征兵办公室在抓人的时候，效率也非常高啊。那怎么办？这个办不出来，很简单。他想拖嘛，他想拖，不想下台啊，因为下台现在命运未卜啊哈。至于所谓的德米崔耶夫包裹，德米崔耶夫是谁？德米崔耶是俄罗斯普丁的谈判代表，也是他主权基金的 CEO， 叫 Dmitriev 啊。然后他把它形容成这是他的包裹，然后把它说成12兆美元。这个12兆美元基本上讲的说，俄罗斯每一年贸易量有多少贸易量的制裁要取消。啊，那这个他也把它算成这个包裹，所以他讲的经济包裹方案，这个根本既也不是投资，也不是支付任何现金啊，所以把这个贸易额当做一个包裹方案，没什么，因为美国迟早是要解除俄罗斯的这些制裁的嘛，已经很明显的哦。那其他的就是要达成和平协议，他要割让领土嘛，那这个对他来讲，他不想答应嘛，因为我一再讲过哈。对这个泽伦斯基来讲，他认为你反正俄罗斯有能力拿走领土啊，你有能力占领啊，你现在有能力占领，干嘛要我同意呢？对，我同意变成责任我谁挑嘛，这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嘛。那第二个啦，其实俄罗斯的逻辑刚好颠倒了，我已经占领了，我就是要你同意，所以两帮人就僵住了哦。那这个是谈判的，那我想这个美国的策略是要叫他滚蛋，找一个新的人来签字啊，哦。这个李鸿章不签字，找王鸿章来签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因为泽伦斯基哈，我只能这么讲了哈，他本来可以得到那个奥斯卡金像奖的啦，但是走到政治里面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卢落脚。他以为政治上可以像写编剧一样天马行空的编故事，他错了，政治上是要讲实力的，一翻两瞪眼的。他最近不是讲了很多谎言吗？哎呦，我们乌军打到现在，我们只死55000个人，我不晓得在座有谁会相信他这种说法。然后他讲说，俄罗斯死亡多少人，到现在还在讲谎话。当然有时候美国人配合他登他的说法，配合他说谎，但这经不起考验的啦，经不起考验。那冬天马上过去了，俄罗斯的这个战线要开始往前推了嘛？对，这个也是对川普很急的地方。对，川普不想说到时候完全是让俄罗斯以实力取胜，那你是欧美国家老脸往那边摆。那欧洲国家那边这个如果说泽伦斯基是诈骗集团的首谋的话，欧洲国家就是车手。怎么说呢？
整天讲说你去打，我给你钱，到时候也没钱也没武器，那光让他一个人像傻蛋一样站在前面。但是最可怜的是乌克兰老百姓，他就是一个像被电信诈骗集团骗的人。哎呀，你要爱国啊，我们要打俄罗斯啊，而且我们一定会打赢啊！这个我们只要全部动员啊，美国给我们钱，给我们武器啊，那我们就能够打赢啊，等等。就像东方某小岛现在在演的剧嘛，一模一样。因为政治的跟军事上的实力一翻两瞪眼，骗不了人。那以前他们都希望说，这场战争能够拖垮俄罗斯的经济。我第一个时间我就想，俄罗斯经济怎么可能打垮呢？那绝对不可能。你看过有一个沙特阿拉伯头上插着核子武器，你打得过他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吧。所以泽伦斯基再见，拜拜。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谈判，美俄之间的谈判持续进行，泽伦斯基可以说是无能为力。那另外一方面，确实现在俄罗斯他在军事上面掌握很大的优势，尤其是第一线战场。在最近冬季已经快要结束，他持续的推进在领土，我们看到他出动了非常多的武器，全速的推进，当中包括了出动他的图95轰炸机，还有发射2枚的匕首高超音速飞弹，数十枚巡弋飞弹，400架无人机，还有乌克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能源设施、电网、油库都一一被打穿。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看到泽伦斯基持续的针对提供俄罗斯无人机、飞弹零组件的外国厂商，包括了中国等等的国家来祭出警告。吕舰长怎么看？之前这个泽伦斯基对于欧盟或者对于美国，其实它是一个垫脚石，也就是如何去消耗俄罗斯的一个国家领袖。但是现在呢，已经变成障碍物，而且还是活动障碍物。也就是我去哪里，你正好挡在哪里。也就是我现在要跟那个对于美国川普总统来讲，他现在就是要跟俄罗斯普丁达成协议，尽快达成协议，这样他才可以从东欧抽出手来解决这一个伊朗的问题啊。那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同时打2场战争的一个实力，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那我们现在还有人注意到说，俄罗斯有哪些？对不起，那个乌克兰有哪些前进战场吗？我们以前大家都可以讲得出来，库皮扬斯克、红军城，现在大家还记得哪一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2个城市，第一个红军城已经被拿下来，第二个库皮扬斯克，乌克兰正在苦战之中，即将沦陷。所以我们讲到大家以前都讲东将军，也就是冬天非常的寒冷，对于交战的双方其实都是一种围困，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呢，不需要人跑到户外去作战，现在靠的就是无人机。那无人机如何的能够选对地点，然后选对目标进行攻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如何选对呢？你选对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要你会不会被电子干扰？那你使用这一个光纤无人机，你会不会遇到那个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都是路上面全部通通都包着渔网，保护他们的一个基础设施，是不是会遇到这些问题？你如何解决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泽伦斯基继续犯错，他犯了什么错？他制裁中国的企业，他有想到吗？他的这一些无人机的装备，连同他的一个那个涡轮发动机，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的啊！你现在要制裁，我讲的是真的，他是在淘宝上面买的。那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现在还要制裁中国，那他如何为后续攻击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做打算？所以我们这样讲泽伦斯基现在呢，他已经是慌了手脚，他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迪米崔耶夫 package 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川普想跟普丁结束这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讲到泽伦斯基签名了，他同意了，他应该活不过几年。为什么？因为我们想一想，当初有多少人听到他的号召之下要加入北约，要收回克里米亚，因而发动了这场战争。现在
克里米亚没收回，也没办法加入北约，还要再割让四个州的土地，然后还死伤这么多，惨重，5.5万，可能是10倍吧，应该不是5.5万吧。那如果死伤这么惨重的情况之下，我们讲到不讲别的啦，亚速营的这些弟兄们会饶过他吗？一定不会。他现在找他的安全局不断的去暗杀这个俄罗斯的这些官员，他未来会不会也遭到这种下场？对，好，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5.5万人这个死伤，其实是来自于士兵阵亡的数字，其实是来自于泽伦斯基他的说法。那其实完全跟这个美国智库 CSIS 还有这个欧洲统计的说，这个伤亡人数达到100万，有惊人的差距。包括了这个来自于乌克兰的新任国防部长也说，现在乌克兰遭遇的就是兵源告急、逃兵成灾，前线快撑不住。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先讲一下，我刚刚看到这个。因为讲这个密约，我是觉得蛮有趣的，非常清楚的，对美国的利益谁比较有利？当然是俄国，对不对？从普丁来看是另外一个普啊，不是从川普来看是另外一个普，叫普丁对他会比较有利。所以他任何跟乌克兰想叫他和谈之前，一定是先跟俄国谈，就跟28点协议在去年11月提出是一样的。这个28点协议里面呢，当然除了这个领土还有这个核电厂这个孜孜不绝之外，其实有些东西已经都达到共识，就是最后要让俄国在慢慢的这个经济制裁要松绑，就是我觉得这个密约其实就在续去年28条合约之内容之一。但是我现在要讲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死伤多少。那您要我这个去分析到底是真是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这样讲，假设有一艘200人的渡轮，结果在这个海上那个遇到了风浪倒了，这垮了就沉到海里了。就找到了55具尸体，你告诉我说他总共只死了55个人，这个就很难去说是事实嘛，对不对？因为你如果去爬文，我们只能从文字上去看啊。现在分析的确是看起来俄国死了5.5万人，但乌克兰重点是他有20万人的逃兵。那么这些人到底生存与否，你不知道。当然，从这个角度又看，更可怕的是，我也收问到，乌克兰这次为了打仗，有200万人因为逃避征召跑掉了，你知道吗？遭通缉，我觉得是有趣的事情。所以乌克兰在现况之下，你要怎么去打？刚讲最后一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蔡委员讲的非常好，就他这个演员，你知道吗？演的有一点就是看错了这个。方向啊，走到政治上去，而且我觉得最主要他走错了舞台。你今天是这个阿诺施瓦辛格，在加州当州长，再怎么样差，我跟你讲，美国就是有底气。川普那也算个半演员，你知道吗？雷根不就是演员吗？也是一个三流角色演员，在美国也演得很好，因为舞台不一样。所以你在乌克兰再这样走下去，我们只能看说你只是这个舞台这个小丑在这个国家绕城绕局一直绕下去而已。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最新要部署它的 F-35来自于美国的战机哦，成为东南亚最强的空中战力。包括现在可以看到，在新加坡这边有它的逆中战机前舰。那么日韩还有澳洲跟新加坡，难道要组抗中来自于美国的抗中最前线的国家吗？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自于亚洲，美国终于要把它给出去，它的 F-35战机 F-35B 哦，又增加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它也正式的宣布，2026年底它会拿到接收4架的 F-35B。那么未来它会建立在东南亚这边最新进的空中战力。我们可以看到总数会有20架的 F-35战机，那这当中有包括12架的 F-35B 跟8架的 F-35A。那其实，在还没有接收到这个 F-35之前，我们就看到新加坡的空中战略已经非常的好了，包括它有 F-16C 跟 D、F-15S 跟它的阿帕契多架的直升机等等。那新加坡也是成为首个美国之外首个在陆地的基地操作 F-35B 的国家，不用依赖航母就能掌握逆中的空中优势。吕舰长怎么看？为什么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新加坡会成为东南亚第一个引进 F-35B 的国家？这对于接下来在区域的军事影响你怎么看？因为其实对于东南亚来讲啊，那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的东
东盟国家都是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友好。那当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友好的时候，美国对于如何使用、如何交付这个 F-35，它就会有各种的疑虑，那当然就不会拿到。但是对于新加坡来讲，我们如果看到最新的新闻，黄循财又七早八早的向这个高市早苗提供他那个向他祝贺，他又可以继续连任首相。那更不要讲说他之前高市早苗在提出这一个台湾海峡存立危机事态的时候，他讲说，中国应该要放下历史成见。其实这个都是新加坡领导人对于那个二战的时候的一个错误认知。二战的时候，其实日本并没有对于新加坡没有下狠手啊，也是有啊。不相信可以请黄循财到他的一个这个圣淘沙的公园里面，就有非常清楚的陈列，因为我去看过，连我一个台湾人都去看过，连我一个中国人都去看过，你新加坡人更应该去看一看，当初日本人是怎么样做的。那为什么新加坡可以获得 F-35B？ 因为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地缘的话，它最重要的也就是要遏制马六甲海峡，而且掌握南海。这个是美国真正想要做的，因为现在眼看着这一个菲律宾根本就挡不住中国海警以及解放军，那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其实都是对于中国大陆是友善的，所以现在唯一可以遏制住的也就在新加坡这个地方。那如果其实为什么有 F-35B 呢？也就是它可以从陆地上很短程的起飞，然后垂直的降落，同样它还可以降落在那个等一会儿我们这个另外2位会提到的它新一代的舰艇上面。所以这一些都是美国的铺排，美国的铺排也就是从菲律宾现在战线已经拉到新加坡。那如果美国认为菲律宾不够力，接下来新加坡会在南海成为这个抗中的最前线吗？等一下我们会请委员来继续帮我们做分析。那我们也先来看到说，美国给这些亚洲国家 F-35的国家配置占比。现在根据了解呢，日本是最多的，获得了147架，这是第一名哦。包括了它的 F-35A 跟 B。接下来第2名是72架的澳洲，第3名是南韩的40架。那接下来它还计划要增加25架，最后才是新加坡的，它未来会有20架。那在此呢，新加坡最近也是不断的增加它的军备哦，除了说已经拥有了4艘德国的常胜级的潜舰，未来还会增加2艘，一直到最快2034年就会到位。还有6艘的多用途的战斗舰将作为无人系统母舰。那预估2028年全数来做服役。委员怎么看？如果南海真的爆发冲突，新加坡成为抗中最前线吗？它还能保持过去所谓的中立大国的角色吗？新加坡不会成为所谓抗中的前线了，因为新加坡它整体的战略是这样：我不选边站，但是我有被选边站的价值。那听懂意思？这是新加坡的整体的战略，就是这个概念。你就比较能看清楚他在干什么。那要被选边站的价值，就是我要武装到一定程度。虽然新加坡的政府负债已经占到 GDP 的165%。但是他还要继续斥资预算扩充军备。那你刚才讲了，他跟德国买柴电潜舰，好，然后他跟这个德国采购这个地面水面战舰，然后跟挪威买水面战舰，然后当然战斗机跟那个跟美国买 F-35B F-30B 和 F-30A 它其实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性，就是我的军备系统跟美国是同一挂的，是政治象征。第二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因为新疆土地很小，所以它要指挥临近这么广大海域的作战的时候，它没有 F-35还不行，因为它不可能有什么铺路爪雷达，没有这些东西。那 F-35的话有什么特色呢？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斗机，它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指挥中枢，它可以同时让海军、陆军还有美军都可以看到同一张战场态势图。它 F-35B 有这么很强大的一个战场管理能力，那同时呢，它可以收集到
从空军、海军、电池，还有各种地面情报，能够把它整合成在战斗机上的一个地图。换句话说，你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低空的星链，就在飞机在空中飞，它有这么强大，然后给通知它的盟军，所以它某种程度来讲，他买 F-35V 啊，是作为空中指挥中心，以及跟盟友联络，然后让人家告诉他，我有更强大盟友会来，你少碰我，基本上是采取这种战略。那如果说真的要做空中作战，那对不起啊，那20加起来不太管用。好，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电老师，就是在美中之间，这个长期来看，新加坡要如何维持中立，包括安全要靠美国，经济还是要靠中国啊？老师怎么看？所以基本上，亚洲我们视新加坡好像是欧洲的瑞士嘛，就像中立国一样。那么它经济好，但是它不去惹别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从这1959年这个脱离马来西亚成立一个国家，从不怎么样到甚至李光耀哭着说这个国家完蛋，他说我们会微微 survive 下来。现在算是一个经济还不错的一个金融市场很棒的国家，但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世界不断的在动荡，这个国家会担心未来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它为了安全，它必须要有保本的东西。这个国家也算有钱，所以它有钱买个 F-35B 是最贵的，ABC 的 B 是上亿的啊，比另外一个是 A 是7000多万，这个 C 是9000多万，是最贵的，但它买它可以垂直降落，它最少有钱保命。我觉得在动荡时候。但我不觉得他可以保密，但我不觉得他是靠边站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他还是在等距外交啦。我们今天回想起来，从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任内的时候，他其实跟台湾关系非常好。你要从他们的角度，不要看台湾的角度。他跟李光耀当时这么跟蒋经国还不错的时候，其实当时不是有个台新计划吗？军事计划，这个军事计划不就是协助我们，等于是有秘密一些军事行动？这个据我所知应该是这样，就是对当时的共产党。可是呢，台湾已经改变了，台湾现在整个不管是外省族群或蒋经国这一边的族群，靠这边的这个所谓不管左派右派之间，已经跟对岸感觉是对岸的起来以后，大家的关系比较好。就像后来李显龙常常在讲的话。中国起来了，我们不能再背离中国，要跟着中国走近才对。